这是一个1000斤胖子的早餐，看你能坚持到哪一步。主食是8个老北京鸡肉卷、6个大汉堡、4份炸鸡块，饮料要1杯可乐、1杯奶茶、1杯雪顶咖啡、1杯热可可，还有1盒巧克力饼干当餐后甜点。这么多东西也不愁桌子放不下，因为它自带一个巨大的真皮餐桌。这么一堆东西，只要3两口就能哐哐吃完。可他还是觉得没吃饱，不惜拖着沉重的身躯，也要去厨房里拿一个大蛋糕来吃。光自己一个人吃还不够，还要边吃边直播。脑袋大的蛋糕，他嗷几口就给造完了，不仅获得了快乐，还能收获一笔丰厚的打赏。是什么驱使他这么努力的赚钱呢？当然是为了点更多的外卖啦。这回他打算换换口味，尝一尝中餐。滑鸡饭、炒面、春卷、饺子应有尽有，10多种食物又摆满了整个肚皮。为追求合理膳食，他又吃了3大盒西瓜。一直到这里，他的早餐才算结束，是不是已经顶了你几天的量了？吃饱喝足，像屏幕前的各位一样，双手插兜，豆大的泪珠就从瓜大的脸庞滑落，后悔自己又一次输给了自己的食欲，自己怎么就是控制不住这张嘴呢？哭到一半发现没纸擦，想起身去卫生间洗把脸，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站不起来。秉承着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会的原则，他又原地哭了一会，终于攒足了劲起来洗了把脸。生活如此不堪，但终究要乐观面对。没错，转眼又到了午饭时间，该点外卖了。鸡肉条配上4份烤玉米，再来6份烤排骨和蘑菇汉堡，薯条自然不能少，还得来1杯草莓柠檬水，最后还要1份巧克力蛋糕当餐后甜点。点起餐来如数家珍，上一秒还在懊悔哭泣的他，瞬间喜笑颜开。食物一到，他顿时两眼放光，彻底把刚才的后悔忘得一干二净，再次沉浸在大快朵颐的快乐中。女人名叫曼莎，这就是她每天的生活，吃完了就哭，哭完了继续吃，活活把自己吃到了将近1000斤。这也不是电影中的虚构形象，而是真实存在在我们身边的人物。曼莎今年35岁，生活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。跟上700-800斤的詹姆斯一样，曼莎的肥胖也源自她悲惨的童年。曼莎的父亲也是个酒鬼，每次喝醉酒都会对母亲和自己大打出手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弱小的曼莎就只能依靠食物来缓解内心的恐惧与不安，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暴饮暴食的习惯。后来父母离了婚，带走了曼莎。父亲再婚后，继母对曼莎百般刁难，常常不让她吃饱，这也反而让曼莎对食物的渴望更加强烈。年仅10岁，她的体重就达到了200斤，12岁就到了300斤。18岁那年，曼莎交了个男友，还怀了孕，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此时曼莎的体重已经达到了500斤。没想到男友竟是个大渣男，女儿才出生2周，他就抛下曼莎母女俩离开了。祸不单行，曼莎的父亲又因车祸去世，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曼莎不堪重负。她将女儿送给母亲抚养，自己则开始了堕落的生活。从此每天更加暴饮暴食，丝毫不在乎飙升的体重。当她的体重一路暴涨至1000斤时，她的身体终于不堪重负，过度的肥胖导致她脏器衰竭，浑身疼痛、肾结石、大小便失禁接踵而至。这天，她感到了剧烈的胃痛，呼吸也格外困难。感到害怕的曼莎立刻拨打了911，赶来的消防员此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曼莎想赶在消防员进门前穿上裤子，可最终还是没能成功。为了自己的生命，她只能选择放弃自尊。消防员把一条白布放在曼莎的腋下，随即6个壮汉用尽全身力气，才勉强把她拉起来。然而曼莎光是站立就疼得快要原地升天了。可接下来她还要从4楼走下去，这不管对曼莎还是消防员来说，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每走一步都快要了曼莎的老命。短短的4楼楼梯，曼莎用了整整2个小时，才终于躺到了担架上。最后还动用了10个消防员的力量，才将她推进救护车里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给曼莎做了全身检查，情况非常不容乐观。如果她再不减肥，可能就要永远的躺在这里了。与此同时，曼莎因为大小便失禁，不得不依靠护士经常给她清理，这让她大感羞愧，也正是下定了减肥的决心。她不想就这样结束自己的人生。
而专门治疗肥胖的医生依旧远在千里之外的休斯顿。可凭曼莎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她根本无法前往休斯顿，她只能先跟主治医生视频通话。医生让护士给她称了体重，竟然高达940斤，看得曼莎也无奈地摇起了头。接着，医生询问了她一天的饮食，发现她一天摄入的热量竟然高达5万大卡，是正常人的10多倍。所以第一步就要从食物抓起。医生给了她一个减肥食谱，要求她从现在开始每天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200大卡，并且还要坚持运动，1个月肯定能减掉50斤，然后继续保持，等她的体重减到600斤，就可以来休斯顿做缩胃手术了。挂断电话后，重拾生活希望的曼莎立刻付诸行动，在理疗师的帮助下准备开始运动。可光是下个床都差点要了曼莎的命。然而在曼莎1个月的不懈努力下，她成功的减掉了40斤，身体状况果然有所好转。曼莎当即飘了，决定出院回家自行减肥。可这也是医生最担心的，怕她一回家就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果然，曼莎刚到家就条件反射地掏出手机，点起了外卖：汉堡、薯条、炸鸡排骨、黄油烤玉米、可乐奶茶，当然少不了巧克力蛋糕。是要好好犒劳一下这1个月受的委屈。她再次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肚子食物，又照例陷入了强烈的自责中。曼莎再次痛哭起来，还责怪女儿为什么不阻止她。听得女儿一脸无语。不出预料，2个月过后，曼莎回到医院复查，体重不减反增，直接从出院时的900斤飙升到970，比一开始到医院的时候还重了30斤。而这回曼莎真的命在旦夕了，为了救她的命，主治医生只能破例为她提前做缩胃手术。当然，以曼莎的体重，肯定是没法远赴休斯顿了，医生只能拜托当地的减肥专家海达里医生帮她完成手术。经过了3个月的恢复期，再次见到曼莎时，她的体重已经降到了638斤，整整减重300多斤。可她看上去面容格外憔悴，就像是一下子老了10多岁。不难想，当然是缩胃手术大大限制了她的食欲，她想吃却吃不进去。一直以食物作为最大的快乐的她，这下彻底对生活失去了兴趣。她开始怀疑这样活着的意义。主治医生看出了问题所在，他和海达利医生进行了沟通，觉得是曼莎的心理出了问题，急需进行干预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要么她会报复性的暴饮暴食，重新胖起来，要么她会越来越抑郁，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。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医生没让曼莎直接出院回家，而是将她送到了疗养中心进行看护，并且对她进行物理和心理的治疗，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曼莎又成功减重24斤，已经能够轻松的上下床了，久违的笑容也再次回到了她的脸上。接着又过了2个月，当曼莎和医生再次视频通话时，已经能明显看出曼莎又瘦了。此时她的体重已经降到了496斤，从减肥开始至今，一共减去了将近500斤，相当于之前1半的体重了。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的曼莎，也对未来的生活愈发期待。她希望接下来的1年能将体重降到200斤以下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她想养只猫，想出门旅行，想用余生陪伴女儿，弥补自己前半生的缺席。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要是你还想看其他人的减肥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。这里是奇闻揭秘官，带你看遍天下奇闻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